2006年12月30日凌晨深夜0点，全世界都在等待新年的钟声。伊拉克巴格达卡迪米亚区一处2层水泥牢房内，一个身穿西装、头发凌乱且花白、面容憔悴的老男人正闭眼沉思。大约1个钟头前，他刚从位于巴格达机场附近的克罗伯战俘营被转移到这里。他就是萨达姆侯赛因。2小时前，萨达姆的辩护律师吉瓦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军方已经正式发出通知，萨达姆已经移交给伊拉克政府，数小时之内他将会被处以绞刑。几分钟后，伊拉克国家电视台中断了正常的节目播放，并宣布美国军方已将萨达姆交给了伊拉克政府。进入牢房后，萨达姆的面前被摆上了一只鸡，这是为他准备的最后一顿晚餐，但他拒绝了。让萨达姆难以面对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等待死亡的过程。为了平息心中的焦虑，他向看守要了一本《古兰经》，但这里的看守并不像之前战俘营的那么友善。在这里，萨达姆请求睡觉，可是他的看守们却并不答应。其中一位看守对萨达姆充满敌意，他拿着一根几个小时后要用来绞死萨达姆的绳子，在萨达姆眼前晃，并用侮辱的语言挑衅他。看守们还在萨达姆面前跳舞。当萨达姆试图入睡时，他们每隔30分钟就进一次牢房对他进行骚扰。这种非人的折磨让69岁的萨达姆难以忍受，但身为阶下囚，他只能无奈地摇头。在后来的采访中，一名看守说，我们不让他睡觉，是要摧毁他的人格。而就在3年多以前，萨达姆还是伊拉克的绝对领袖，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他的画像，他伸手指向远方的雕像也被矗立在城市中心，为伊拉克人民指明前进的方向。萨达姆侯赛因，这个曾经的伊拉克王者是如何沦落到如今这般地步的呢？他当初又是怎样一步步走上神坛，又是如何跌落的呢？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我们将为您讲述伊拉克的残暴独裁者萨达姆最后一天的故事。2003年12月13日，伊拉克时间傍晚6点钟左右，在伊拉克的提克里特达瓦尔镇一处农舍的大约2米深的地窖内，漆黑一片，一个满脸胡子、邋里邋遢的老男人正藏身于此。虽然头发和衣服脏乱不堪，可他显然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之所以要钻进这个老鼠洞里，是因为就在刚才他听说美军已经在附近到处打探他的下落，他就是正被追捕的萨达姆。时间回到这年的3月20日，举世瞩目的伊拉克第2次海湾战争爆发。美英联军利用高端的武器和战机，以摧枯拉朽之势，让伊拉克包括共和国卫队在内的100万大军瞬间灰飞烟灭。英美联军很快就占领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终结了伊拉克第5任萨达姆政府。众叛亲离的萨达姆只好脱下军装，换上阿拉伯长袍和格子头巾，怀揣美元，带上为数不多的亲随逃之夭夭，过上了亡命天涯的日子。其实在战争前，萨达姆有2次出逃的机会。第一次是俄罗斯向他丢来橄榄枝，但被高傲的萨达姆直接无视。第2次则是美国下通缉令，令萨达姆24小时撤出伊拉克。但萨总坚信美国会像上次的海湾战争一样，很快就撤出，到那时他又可以卷土重来。可是萨总显然是估错了形势，美国人这次是要将自己斩首示众。为了追捕萨达姆，美国动用了广泛采用高科技而有数字师之称的美国陆军第4步兵师。美国卫星在空中记录着伊拉克地面的动静，间谍侦察机正在对可疑的躲藏地点进行热扫描，现场录像经无人侦察机传回到萨达姆宫殿大厅。美军还用电脑绘制出了萨达姆在经历了3个月的逃亡生活后可能变成的模样。图中显示，逃亡中的萨达姆已经是个胡子拉碴的流浪汉形象。对于萨达姆的容貌有多种猜测，但他的行迹却在近几个月里仍然理不出头绪。根据线索，萨达姆已经逃亡其故乡提克里特镇，身边有2个保镖、钞票、汽车和肩扛式武器。他在一个藏身地点只停留几个小时就转移，以免暴露行迹。伊拉克人显然都不愿意供出萨达姆的行踪，
也为在其高压独裁统治下生活了24年的伊拉克民众深刻的知道背叛伟大领袖的下场会有多惨。然而，萨达姆最后的命运被一个贴身保镖所左右，这个保镖在帮其联络拥护者时被美军大兵抓获。他因无法抵抗美军悬赏的2500万美元的诱惑，最终坦白从宽，透露了萨达姆的藏身之处。最后，他们在一处地窖里发现并抓获了萨达姆，但不敢相信这个人就是真正的萨达姆。要知道，善于乔装打扮和逃难的萨达姆找了很多外形和声音都相似的替身，以此来迷惑他人。同时，广泛流传的消息认为萨达姆已经逃离伊拉克。后来，经过 DNA 的检测，最终确定这个满脸胡子、邋里邋遢的流浪汉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中东雄狮萨达姆。最终，这只雄狮在距离他的出生地只有几英里的狭小地窖中被狼狈地拖出，一切仿佛都回到了原点。萨达姆之所以要逃回自己出生的老巢，是因为他相信这里是他的龙兴之地。这还要从1959年说起，那时的小萨还是一个年仅22岁的英俊小青年，并不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一副大腹便便、满脸横肉且胡子拉碴的形象。萨达姆一出生后，父亲就离奇失踪，后来母亲改嫁。懂事后的萨达姆忍受不了游手好闲的继父对自己的打骂。1947年，年仅10岁的萨达姆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投奔了他的舅舅海拉拉，而这成为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1941年，为了反抗受英国扶持的国王，伊拉克一些军官发动了政变，身为政府军人的海拉拉也参与其中。政变失败之后，他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海拉拉这种反抗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萨达姆。后来，萨达姆被舅舅送入学校读书，他入学时比同龄人要大不少。那时的萨达姆就表现出了搞暗杀的潜质。他曾为了报复体罚他的老师，搞来了一把枪，暗地里朝老师的腿上打了一枪。事后警察查来查去也没有抓到凶手，成了无头案。1951年，想与舅舅一样从军的萨达姆报考了伊拉克军事学院，可是萨达姆并不是读书的料，考试失败了，失去了从军这样正规的阶级跃迁路径，那就只能走偏门了。在海拉拉的帮助下，萨达姆加入了当时的反对势力复兴党。虽然读书不怎么样，但是他在领导小混混们闹事上表现得非常不错。鬼混了3年后，1958年，伊拉克发生了一件大事，卡西姆和阿里夫领导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了费萨尔2世的统治。但不久，总理卡西姆和副总理阿里夫开始内斗，卡西姆联合了伊拉克共产党，而阿里夫则联合了复兴党。1958年左右，海拉拉由于支持阿里夫，造成支持卡西姆的人疯狂地报复他。萨达姆看不过，就联合他的街头小混混，把那个反对海拉拉的伊拉克共产党小头目给暗杀了。事后，萨达姆被关了6个月才被释放。经过此次暗杀事件，刺客萨达姆声名远播，受到了美国中情局的青睐。CIA 想让萨达姆刺杀与伊拉克共产党和苏联走得很近的卡西姆，从而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在萨达姆掌权后拍摄的一部歌颂自己的电影中，描述了他当初是多么英勇的在总统车队现场与卡西姆的卫兵们进行激烈枪战，最后负伤逃亡。但事实是，执行行动的当天，萨达姆由于慌乱，只是开枪击中了卡西姆的手臂，而萨达姆受伤的原因则是被同伙误伤。随后，萨达姆逃回了自己的老家提克里特达瓦尔镇。后来在 CIA 的帮助下，萨达姆逃到了埃及，并且受到 CIA 的资助。在埃及逃亡的日子里，萨达姆完成了高中学业，并考取了开罗大学的法律系。但是萨达姆似乎对读书并不感兴趣。而伊拉克国内在卡西姆的支持下，伊拉克共产党的势力越发强大，这让美国深感不安，所以 CIA 就把萨达姆送到了台湾秘密组织远鹏班训练，为后续再次刺杀卡西姆做准备。不过还没等到萨达姆出手，1963年复兴党人再一次政变，推翻了卡西姆的统治。复兴党掌权之后，
就在伊拉克开启了声势浩大的清洗运动，有高达数万支持卡西姆的人遭受清洗。政变后不久，萨达姆认为时机来临，于是回到了伊拉克，投靠了同为复兴党员的表兄贝克尔。卡西姆死后，阿里夫趁势上位，为了巩固地位，阿里夫就着手清洗复兴党内的小团体，贝克尔一派受到打压。在这种情况下，暗杀经验异常丰富的萨达姆制定了暗杀阿里夫的计划。可惜的是，在暗杀行动之前，计划就已败露，萨达姆被关进了监狱。而经过这一次暗杀事件，萨达姆也逐渐走进了贝克尔派的核心权力圈。1966年，阿里夫离奇的在一次飞机事故中丧生，一时间整个伊拉克暗流涌动。为了抓住这一历史时机，作为贝克尔派的核心人物，萨达姆就策划了越狱。越狱成功之后的萨达姆再一次协助贝克尔在1968年发动政变，政变成功推翻了阿卜杜勒的统治。从此，伊拉克进入了贝克尔时代。贝克尔领导政变推翻了阿卜杜勒政府之后，当上了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由于支持了贝克尔，并且同为表兄的关系，他的权力也真正开始得到加强。1969年11月，萨达姆担任了伊拉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这就表明萨达姆正式成为了复兴党内仅次于贝克尔的第2号人物。担任2号人物之后，贝克尔和萨达姆开始着手清洗活动，巩固自己的权力。1969年到1971年整整3年，伊拉克都笼罩在阴暗之中，很多反对贝克尔政权的人都遭受到了萨达姆领导的秘密警察组织的暗杀。经过长达3年的清洗，伊拉克的政局算是终于平静了下来。从萨达姆出生到1971年，整个伊拉克都是在不停的政变与反政变中不停的动荡。也正是这种历史背景，造成了萨达姆以武力为王的人生观。政局稳定后，萨达姆采取了一些非常有效的措施振兴经济。首先，他承认了伊北地区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使中央政府获得了该地区外交和石油管辖权。其次，通过石油国有化，政府获取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有了钱之后的伊拉克建了很多学校、公路等基础设施，并且还实行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等等措施。这一时期的伊拉克的 GDP 增长率年年攀升。1970至1980年是伊拉克经济大发展的10年。在外交上，萨达姆对被触犯到石油利益的西方国家示好，极大改善了伊拉克的国际环境。为了巩固自己的个人权力，他还想方设法让舅舅海拉拉当上了巴格达市长，并且让贝克尔出让了国防部长这一职位。经过这一系列的动作，他在伊拉克以及复兴党内的地位已经不可撼动了。而这时的萨达姆志向远远不是2把手这么简单。1979年6月，萨达姆为女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会，他邀请了伊拉克所有的高官。当总统贝克尔到场之后，经过一阵寒暄，萨达姆就命令守卫关闭了大门。当大门关上的那一刻，贝克尔就意识到自己的总统生涯结束了。几天之后，贝克尔识趣地在电视台宣布，他将不再担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将接任伊拉克总统。自此，伊拉克进入了萨达姆时代。萨达姆是个狠角色，这从他早年的暗杀经历和作为2号人物时掌控的秘密警察组织就可以看出。而萨达姆在随后获取最高权力过程中，也是利用这种恐怖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独裁统治目的。萨达姆并不仅仅满足于得到总统这个职位，他还要确保所有的人都对他保持无条件的忠诚和敬畏。1979年7月22日，刚上任几天的萨达姆就邀请革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和其他政治人物参加一个在巴格达召开的大会。在大会开始前，萨达姆命人在会场内装上了摄像机，用来记录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大会开始后，萨达姆一脸严肃地宣布，刚刚破获了一起阴谋，我们之中出了叛徒。随后，就像一场演出一样，讲台上的幕布拉开，革命委员会的秘书长马沙迪突然出现在了主席台上，带着哭腔，结结巴巴地承认自己就是这起阴谋的发起人。
萨达姆则坐在主席台上，手中夹着一支粗大的雪茄。他宣布，参与这个阴谋的还有其他人，而这些叛徒现在就坐在我们中间。人群中随即一阵骚动。面对在场的200多名伊拉克最高级别的政治精英，萨达姆把他们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读了出来。宣读的过程很漫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尝到那种发自心底的恐惧。被指认为叛徒的人会立刻被秘密警察带离会场，每个人都知道等待着这个人的命运是什么。从当时的影像中可以看到，在场的所有人都坐立不安。会场中不断传来人们咳嗽和清喉咙的声音，有人则拿出手绢不停擦汗，还有的甚至大哭了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带走，留在会场中的人神经也越来越紧张。终于有人坐不住了，站起来高举着一只手，带着哭腔喊道：复兴党万岁，萨达姆万岁。在他喊完这几句话后，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紧接着在场的人陆陆续续站起来高呼口号，他们的声音中都带着一些颤抖，这也许是出于对萨达姆的热爱，也许是出于会场上这令人窒息的恐惧。当会议结束时，现场的伊拉克高级官员中一共有66人被带离了现场。萨达姆对剩下的人表示了祝贺，他们都不是叛徒，至少今天不是。会场中再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在之后的日子里应该怎么做了。而毋庸置疑的是，此时的萨达姆一定非常享受这种将整个世界踩在脚底的感觉。在当天被带走的66个人当中，很多人在几个星期后就被枪决了，也有一些人被释放，那是因为萨达姆要让他们有机会去告诉那些活着的人们，他们受到了怎样的折磨。至于这场大会的录像带，萨达姆下令把它分发至全国各地供人们观看。萨达姆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伊拉克人，谁才是这个国家说一不二的老大。当一个人可以随意决定自己同类的生死时，他便很难把自己放在一个与其他人平等的位置上去，他会觉得自己就是神。萨达姆利用在政治精英阶层制造的恐惧，让不安全感在统治阶层蔓延，让大家意识到只有绝对的忠诚才能确保自己安然无恙。他最终通过这种手段牢牢把握住了手中的权力。当然，对于普通的伊拉克民众，光是使用恐怖手段是不行的，萨总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普通人要的只是衣食无忧和富足的生活。为了进一步获取全体伊拉克人的忠心，萨达姆继续推行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男女平等。他让人们相信独裁政权在伊拉克是有必要存在的。从此以后，伊拉克各地矗立起了一座座伟岸的萨达姆雕像，他凝视并用手指着远方，似乎是在为伊拉克人指明前进的方向。大街小巷的墙壁上也画满了萨达姆的画像，此时的萨总已经俨然一副伊拉克伟大领袖的形象了。而就在萨达姆当上总统的同一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在经过全民公投后，伊朗在1979年4月1日成为了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由霍梅尼担任国家最高领袖。萨达姆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刚刚经历了革命的伊朗国内局势一片混乱，军方遭到大规模的清洗，这正是伊拉克趁机夺取海湾霸权的绝佳时机。制造外部敌人，这是独裁者通用的手段之一。萨达姆想进一步将自己塑造成带领人们抗击外敌的伟大领袖。萨总天真地认为自己在短时间内就能快速拿下这场战争，但事实是，霍梅尼带领着伊朗进行顽强的抵抗，甚至对伊拉克进行了反击。虽然伊朗在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如敌人，但他们用人海战术和宗教狂热弥补了这一点。在反击中，伊朗人使用了残酷的人肉冲锋战术，他们让10几岁的孩子作为敢死队，引爆地雷后再让正规军通过。面对这样毫无底线、泯灭人性的行为，伊拉克军队显然无法招架，伊拉克彻底被拖入了战争的泥沼。而伊朗在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后，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占领，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为人质。这场人质危机让美国对伊朗也恨之入骨。为了铲除伊朗，
美国再一次给了萨达姆的伊拉克强有力的支持。萨达姆并非善类，他不但对伊朗士兵使用毒气，对本国平民使用起来也毫不手软。1988年3月16日，为了惩罚在战争中支持伊朗一方的本国库尔德人，萨达姆命令空军在一个库尔德村庄中投下了毒气弹，造成超过5000名平民的死亡。很多村民甚至来不及逃出自家的院子就倒在地上。对本国国民尚且如此，可以想象萨达姆对伊朗人使用起毒气来更是不会有任何顾忌。而在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上，美国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萨达姆和霍梅尼，一个是大权在握的独裁者，一个是有几千万狂热信徒的宗教领袖，他们两个的对战可以说是狗咬狗，谁也不肯轻易示弱。这场持续了8年的两伊战争，最终在1988年联合国的停火决议下结束。在这场惨烈的战争后，伊拉克承认伤亡人数为35万人，在人口不到2000万人的伊拉克，相当于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成员为此付出生命。战争破坏带来的不满情绪在民众间蔓延，但不管怎样，伟大领袖萨达姆是不允许质疑的。在他的政治宣传机器的运作下，这场损失惨重的战争反而成了在他亲自领导下的大胜仗。丧事当喜事办，萨达姆可以说是掌握了独裁的精髓，但无论宣传的如何天花乱坠，战争的后遗症不会自己烟消云散。8年的战争留给了萨达姆一支100万人的庞大军队，但同时也留给了他高达1000亿美元的外债。除了养活军队、偿还外债之外，他还需要资金去修复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基础设施。萨达姆迫切的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但偏偏这个时候的国际油价一路走低，伊拉克每年的石油收入也下降到只有100亿美元左右。为了解决伊拉克战后的经济困难，萨达姆将目光投向了伊拉克南边的石油小国科威特。两伊战争期间，科威特向伊拉克提供了很多帮助，这其中包括140亿美元的借款。在战争结束后，萨达姆动起了歪脑筋，他想要赖掉这笔借款，而他的理由是伊拉克人在前线流血牺牲，替其他阿拉伯国家挡住了伊朗的伊斯兰革命，阿拉伯兄弟国家出点钱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该再跟伊拉克要这笔钱。然而科威特拒绝了萨达姆的要求，这导致两个国家之间开始出现裂痕。萨达姆蛮横地出兵科威特，在占领科威特全境后，萨达姆又把大量部队集结在了科威特与沙特之间的边境线上。没人知道伊军会不会继续南下，占领沙特境内的油田。如果这部分油田也被伊拉克占领，世界上40%的石油供应都将控制在萨达姆一个人的手里，这会破坏原有的秩序，而这是美国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联合国通过了决议，谴责伊拉克的侵略，并要求伊拉克无条件撤军。美国宣布冻结伊拉克海外资产，并禁止一切美国伊拉克之间的贸易。8月6日，对伊拉克的贸易制裁扩大到联合国层面。布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决强调说，这一行为不会被容忍。同一天，沙特国王正式许可美军向沙特境内派遣部队。8月7日，2个 F-15战斗中队经过空中加油，在15个小时的不间断飞行后抵达了沙特。8月8日，美军第82空降师开始陆续抵达沙特。面对美国的威胁，自大狂妄的萨达姆毫不让步。在美国向沙特派出部队的第2天，萨达姆宣布科威特为伊拉克的第19个省，同时还扣押了一批西方人质，声称如果西方国家敢于动武的话，他就把这些人质作为人肉盾牌。他还向全世界播出了他特意探望这批被扣押人质的画面。这样一来，萨达姆就与绑架美国大使馆的伊朗神棍霍梅尼没什么两样了。如此看来，萨达姆并不惧怕美国，即使最后的结果是开战，但这并非萨达姆真的认为伊拉克的实力能碾压美国，而是他觉得在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投入了无数的人力物力，最后还是在付出了5万多人死亡的代价后撤出了越南。
在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中，苏联人花了10年时间，死了1万多名士兵后，也只能选择撤出阿富汗。这一切都证明，即使是超级大国，在有限的常规战争中，也未必能战胜顽强抵抗的小国。此外，萨达姆还精辟地总结出了美军最大的弱点：怕死人。他曾经非常不屑地说，美国社会连1万名士兵的死亡都承受不起。萨达姆说的一点都没错，如果伊拉克死了1万名士兵，他大概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但如果美军在遥远的中东地区有1万名士兵丧命，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美国其实都算是输了。而到那时，他萨某人又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继续向伊拉克人宣传自己大获全胜，就像上一次的2伊战争一样。美国人当然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但要想继续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威信，他们就必须陪萨达姆玩到底。布什总统反复向国内民众保证，这不会是第2次越南战争，同时开始了代号为沙漠盾牌的军事行动。可悲的是，一个普通人很容易就能掌握的信息，独裁者反而很难获得。萨达姆手下的很多人都明白，伊拉克不是美军的对手，但几乎没人有胆量敢在萨达姆面前这样说，因为他们都不想被老大割下舌头。在伊拉克人忧心忡忡的时候，美国人其实也很紧张。伊拉克人担心的是输掉战争，而美国人担心的是在战争中死太多美国士兵。然而，战争就这样开始了。1991年1月15日，全世界在等待中度过了联合国决议中所规定的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的最后期限。就像萨达姆之前所宣称的那样，伊拉克果然没有从科威特撤军。1月16日夜间，联军将沙漠盾牌行动正式升级为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了对伊拉克的空袭。美国的 CNN 电视台驻巴格达的记者向全世界实况转播了美军空袭下的巴格达，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1场被实况直播的战争。美军的很多武器就像是从科幻片里直接跑出来的一样。外形奇特的 F-117战斗机上配备了轰炸精度极高的激光制导炸弹，在防空火炮和防空网密布的巴格达上空完成轰炸后，安全地返回了基地。提前从美国本土起飞的 B-52战略轰炸机，在飞行了整整15个小时后，对目标进行了轰炸，然后又掉头飞回美国本土。这是人类历史上距离最长的轰炸任务，飞行时间超过35小时，路程超过22000公里。在同一天，美军停泊在波斯湾和红海的军舰向伊拉克境内的目标发射了122枚可以躲避雷达探测的战斧巡航导弹，它们以超过800公里的时速做超低空飞行，主要用来攻击那些对于飞行员来说过于危险的目标。战斧导弹上配有惯性制导、地形匹配系统等多种导航系统，能够在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后，仍然准确地击中1000公里外的目标。而面对如此先进的美军，萨达姆仅靠自己的那几枚飞毛腿导弹根本无法招架。联军的轰炸持续了整整6个星期，这是让伊拉克人最感到绝望的事情。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机会去修复那些遭到轰炸的发电站、工厂和桥梁。在完成对工业设施的轰炸后，美军又把轰炸的范围扩大到了伊拉克的地面部队。CBU-87是美军配备的一款集束炸弹，每一枚炸弹中含有202克爆炸物，最大爆炸范围可以覆盖大约3个足球场。而美军在整个海湾战争中一共投下了1万枚这样的炸弹。2月28日，在地面行动开始100个小时后，美军单方面宣布停火。在这场耗时43天的战争中，联军取得了全面胜利。在宣布科威特恢复独立后，布什政府决定不再继续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的统治。美国政府相信，在遭受了这种程度的失败后，仅仅是伊拉克境内的反对势力就足以颠覆萨达姆政权。而在这次海湾战争中，美军只有148人在作战中丧生，大大低于战前的预测。通过这场战争，美国没花多少代价就确立了自己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霸主地位。而当美国人在安定繁荣的本土庆祝胜利时，无数的伊拉克人正在废墟中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
萨达姆当政的12年里，伊拉克有9年都在打仗。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几乎一切跟工业社会有关的基础设施，如电厂、通信中心、炼油厂、工厂、桥梁等，都被联军炸了个稀巴烂。与布什所预测的一样，在海湾战争结束几天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和南部的什叶派民众纷纷揭竿而起，要推翻萨达姆维持了12年的统治。他们的武装起义在初期进展异常顺利，一路攻城略地。伊拉克的18个省中一度有14个都被起义军占领。萨达姆剩下的日子似乎已经可以用天来计算了。但萨达姆到底是独裁者中的老司机。共和国卫队虽然打不过美军，但对付国内叛军还是绰绰有余。萨达姆动用了武装直升机和毒气弹对起义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只用了1个月就平息了叛乱。让美国人失望的是，这头中东风狮在伊拉克再次站稳了脚跟，他的雕像依然矗立在广场中央，大街小巷的墙壁上依然粉刷着他的伟岸形象。虽然美军撤出了伊拉克，而萨达姆又重新坐回了伊拉克伟大领袖的宝座，但联合国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仍然在继续。不过萨达姆并不在乎，反正联合国的制裁也落不到他头上。他在全国拥有20座以上的宫殿，每天吃着空运来的食物。在他的每一座宫殿，不管他今天究竟会不会出现在这里，仆人们每天都会按时为他准备好精致的3餐。对于萨达姆的大儿子乌代来说，这个国家就是自己的一件玩具，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随意折腾。在乌代掌管伊拉克体育期间，他把伊拉克奥委会变成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配有监狱的体育机构。据一位叛逃至西方的伊拉克举重运动员回忆，乌代会逼着每名运动员承诺一个必须达到的成绩，如果无法在比赛中完成的话，就会被乌代投入监狱遭受折磨。他曾经的替身在后来还曝光，乌代喜欢在光天化日下从大街截获他中意的妇女并带回凌辱，可以说是毫无人性。尽管称霸中东的梦想已经破灭，但萨达姆完全可以在伊拉克继续当他的独裁者，直至寿终正寝后再把总统宝座传给他的儿子。而那时的伊拉克人迎接的将是一个更加残暴的暴君。但一切都在2001年9月11日这天出现了转变。美国遭受了自1941年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本土最大规模的袭击。但对于长期遭到美国人打压的萨达姆来说，911事件无疑是一件让他感到十分开心的事情。伊拉克政府在官方声明中评论说，911事件是美国人对人类所犯下的罪行结出的恶果。不难猜测，本拉登策划的这次曼哈顿奇袭，一定让萨达姆狠狠地出了一口积压了10年之久的恶气。当萨达姆幸灾乐祸地看着电视屏幕上燃烧的世贸双塔时，他也许并没有想到，这场由本拉登在纽约曼哈顿点燃的大火，最终将烧到自己身上。美国人的复仇是坚决的，他们很快锁定罪魁祸首本拉登和他的基地组织。到了2001年底，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已经被消灭的差不多了，于是以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鹰派又把对伊拉克开战提上了议事日程。拉姆斯菲尔德命令手下想办法把萨达姆和911事件扯上关系，但他的手下们发现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于是他们为入侵伊拉克找了一个新的借口，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2003年2月5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上，鲍威尔说，各种情报证明萨达姆正在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接下来的发言中，他向众人宣读了美国人掌握的各种情报来证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了更形象地让世人看到伊拉克拥有的武器，他在会上展示了一辆生化武器车辆的电脑合成图，还亲自出示了一个装有炭疽病毒的药瓶。但是鲍威尔没有告诉大家，美国人所掌握的各种情报其实全部来自于一个自称是工程师的伊拉克叛逃者的口供。更夸张的是，美国人根本没有见过这个叛逃者，他的口供全都是由德国情报机构转述。普京在多年后嘲笑道，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展示的试管里
装的说不定是洗衣粉。不管怎样，美国是铁了心要干掉萨达姆。最后，在2500万美金悬赏的诱惑下，逃到伊拉克老家的萨达姆被高级保镖供出了藏身地。萨达姆被逮捕了，这是他被美军士兵逮捕时的留影。画面中胡子和头发一样茂密且杂乱的他，看上去的确和狮子有几分相像。从这一点上看，确实符合他中东雄狮的称号。但此时雄狮已成狗熊。美军士兵是在达尔小镇的一个农场中发现他的。在搜捕过程中，一名美军士兵看到农场外的地面上铺着一块毯子，觉得有些奇怪，于是便把毯子掀开了。毯子下面是一块带有把手的石板，当他把石板移开后，发现下面是一个仅仅足够一个人容身的地洞，里面藏着一个老头。这名美国士兵把这个浑身脏兮兮的老头从洞里揪出来之后，惊讶地发现他就是美国政府8个月来一直要找的人——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事后人们发现，萨达姆用来藏身的这个洞呈 L 型，深度不足2米。在洞的底部有一个横向伸出的空间，仅仅够一个人平躺在里面，尽头有一个用来通风的呼吸孔。这位权倾一时的伊拉克前总统，统治了这个国家长达24年的独裁者，就一直像老鼠一样躲藏在这个仅够一人容身的洞穴里。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他对待意见者的方式往往是上午逮捕，下午审判，夜里枪毙，犯人连第二天的太阳都看不到就已经被处死了。萨达姆在被捕后，想要看着他立刻上绞刑架的伊拉克人不在少数，但是美国人却绝不能这样做。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就成了第二个萨达姆，这将与美国政府入侵伊拉克时所宣称的理念背道而驰。2005年10月19日，在被美军抓获将近2年后，萨达姆终于站在了审理杜贾尔案的法庭上。在法庭上出现了看上去非常奇怪的场景，犯罪嫌疑人萨达姆像国家元首一样昂首阔步走进法庭，而5名代表着正义的法官中，却有4名由于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在摄像机前露面。然而，就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不久，萨达姆辩护团中的律师接连遭到暗杀。这一切都表明，萨达姆在伊拉克依然拥有让人民恐惧的力量。在辩护团律师们强烈的抗议下，法庭不得不为辩护律师们雇佣了保镖，并按照他们的意愿把一部分律师的家庭安置到绿区之内。因为只有在巴格达10平方公里的绿区之内，才有美国人所主导的正义和法治。最后，为萨达姆做辩护的律师在最终陈词中表示，萨达姆作为国家元首，不一定能够对下属的所有行动都进行控制。也许有人在萨达姆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行动，进而导致了杜贾尔村民的死亡。但是谁料，萨达姆在听到这段辩护后暴跳如雷，他宁愿被判处极刑，也绝不承认自己在当权时无法对伊拉克进行绝对的控制。萨达姆立刻打断辩护律师，向他吼道：“没有我的命令，在伊拉克没有一架飞机可以起飞。”他已经走火入魔了，他真的坚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甚至在法庭上指着审判席说：“我领导你们25年，你们竟然无耻地想杀死我。”最后，法官不得不关掉了萨达姆的麦克风。在法官宣读完判决后，萨达姆在法庭上举起右手高呼：“人民万岁！打倒侵略者，打倒叛徒！”直到被执行绞刑的最后一刻，他依然相信自己是伊拉克人民的伟大领袖，会受到人民的爱戴。但是，如果死后的他能看到伊拉克人们的表现的话，一定会很失望。事实是，大部分伊拉克民众都在他被执行绞刑的电视机画面前欢呼雀跃。在之后的街头，民众围着装载萨达姆尸体的车辆，在狂喜中又唱又跳。而萨达姆永远停留在了2006年，再也听不到新年的钟声。